今天啊，有个大龄剩女啊，她跟我怼起来了，真的是不愧是大龄剩女哈，我服了。我不跟你白头了好吗？她今年35岁了哈，北京本地人，学历本科，170的身高啊，家里有2套房，有车，收入1万多啊，体制内工作，按说她这个条件还可以，但是呢，短板太长了，她年龄有点大嘛。我刚一开口提到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她就跟我抢话说，姐你放心啊，我要求不高，我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，我也不想攀高枝儿，什么高资产的，我也不找那个弃售，我也没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，我就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就行了。她说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啊，最好呢对方是北京本地的，大家谁也不图谁的，我有的他也有就行了，本科以上学历啊，身高在178以上，自己家有2套房，所以对方也得有2套以上，唯一的就是收入呢得比自己高2倍以上，别整的啊以后我还跟他一起辛苦养家，我会看不起他的。长相的话呢最好顺眼一点啊，我还是有点颜控。我看他的性格倒是挺爽快的哈，快人快语的，于是呢我也就直接跟他说了哈，我觉得他这个要求呢可能还是有点难啊，因为北京本地的男生啊，他现在面临的就是北京本地的女生来北京工作的外地女生，人家的选择面是挺大的，不一定找你啊，你应该扩大你的择偶范围才对。还有呢，就是2套以上房产哦，收入3万以上，身高1.78米，还得长得顺眼。那就这样的男生啊，在北京相亲市场里，上至35岁，下至25岁的姑娘都要排大队啊，你能排到哪儿啊？他说，那您的经验，我应该调整哪些条件才能更好找一些呢？那我就说，你最好把年龄和地域都放宽一点，然后呢，还有房产这个方面，我觉得呢，能够有个在北京首付的能力就行，身高呢降低到172以上，然后收入方面跟你差不多啊，就比你高一点点就行，甚至可以看一看离异的男士。我刚说到这儿啊，他脸色就大变了哈，嗓门提高了8度，嚷嚷上来，他说姐，我有那么差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完全没必要去找了呀，彻底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，我跟扶贫有什么区别啊？那我花这个时间干嘛呀？啊，那既然都已经没有希望了，那我就不找了，我自己过不挺好的啊？那我们年龄大一点到底怎么了？惹到谁了？中国的男人都这么肤浅了吗？姐，我不太认可你说的这个。于是我就说，你现在这种情况确实不好找了。他说，我们女生就不能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吗？大家怎么看哈？评论区聊一聊啊！想找个靠谱的对象，看我的主页。你们知道吗？大龄剩女啊，她们很多自洽的理由都是什么呢？她们经常这么安慰自己的哈。第一，可能我的缘分还没到吧，我是相信缘分这个东西的，它一定存在。第二呢，谈恋爱结婚又不是着急的事儿，没遇到那个对的人，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呀？第三，你若优秀蝴蝶自来，我都这么优秀了，我还怕遇不到吗？好饭不怕晚，再等等就好了。第四哈，中国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，总之我没有见过。第五呢，快乐的事情有很多呀，不一定非得结婚吧。第六，宁愿高质量的单身，我也不想低质量的结婚。第七，我的前男友怎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了。于是哈，这些大龄剩女，她们就是这么凭实力让自己单到了现在。大家说她们到底值不值呢？在找对象的路上哈，你是不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各路奇葩汇聚一堂哈，难辨优劣？那我给你们几个忠告哈。第一个忠告就是，别和那些负能量的人走得太近了，这些人只会耗掉你的精力，甚至呢影响你的好运的。第二个呀，千万不要和杠精辩论，你跟他们讲道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，你根本就说不过他们，除非你也是一个超级杠精。所以呢，碰到杠精怎么办呢？简单直接就说，你说的对，这样大家都省省力气嘛，对不对？最后一点啊，别跟目光很短浅的人聊未来。如果一个人他自己都过得不怎么样，那他哪会有什么高见来指点你啊？所以哈，记住了，不要听那些混得还不如你自己的人给你的建议，他们要是真的有好点子，还不早把自己活明白了吗？所以别去跟单身的聊什么脱单啊，别去跟什么离婚的人谈怎么经营好婚姻，别跟那些大龄单身的聊什么择偶标准，他们只会把你往阴沟里带。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哈，点个红心带你脱单哦。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啊，北京现在相亲市场到底有多卷呀！一个30岁的女生因为家里边提了30万的彩礼，被这个男生拒绝了。结果她跟男朋友冷战了1个多月之后呢，本以为这个男生冷静下来之后会回去找她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男生并没有如期而至。他们刚刚引闹矛盾没多久，男生这边啊就一波一波的来人给他介绍对象哈，各路女生都有。结果呢，被一个00后的女生给捷足先登了。关键的是，这个00后女生人家真的不乱花这个男孩的钱，还挺懂事儿，
会规划财务啊，还会做家务。她觉得大家都是普通家的孩子，就平等对待好了。男生呢可以不出彩礼，自己呢也可以不出嫁妆，家里有现成的房子可以结婚，先住着就行了呗。以后要是一起挣钱，能买个新的也行。这姑娘实在是深得人心啊。本来呢这个男生还有些忘不了前女友，可是这回好了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直接被00后给比下去了。结果半年以后啊，这个前女友啊真的后悔了，就回来找这个男生啊讨个说法。他说现在自己想通了，不要彩礼也可以，只要他回心转意啊就可以。可是这位男孩啊死活就回不去了嘛，就对他说啊，你知道吗，他跟我在一起啊，人家是想过日子，你跟我在一起啊完全在谈交易。抱歉了，我这回是真的不会再选择你的。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呢？为什么富家女一定要早嫁？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你想想啊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她要是成了老姑娘，她还可以降低奢望，找个普通男人结婚就行了。可是当一个富家女，她要是成了老姑娘啊，那基本上她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呢她就被迫成为扶贫办，要么呢她就只能选择孤独终老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咱们到评论区留言。我劝劝那些富家女啊，你一定要早嫁。为什么呢？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她要是成了老姑娘，她还可以降低奢望，找个普通男人结婚就完了。但是当一个富家女成了老姑娘的话，那基本上她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她就被迫成为扶贫办，要么就只能选择孤独终老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来，评论区留言。这是来自一位女生的自述啊，我很喜欢她，但是呢我不会嫁给她的，因为我知道我嫁给他，我的日子会很苦，我也不会幸福的。因为他的脾气、他的家庭条件以及各个方面的缺陷，放在感情里面都是可以包容的，但是放在婚姻里啊，就是扎向自己的刀。我觉得在爱情里有遗憾是可以被包容的，但是在婚姻里要是有隐患就麻烦了。连民政局的标语啊，也时刻在告诉我们，结婚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财务，而不是某个人有多爱你。和你分开我是会舍不得的，但是跟你结婚注定是个悲剧，那又何必呢？这个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了，清醒即理智，对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关系，2个人不管接触了多久，也不管他们的关系已经有多亲密了，即便是这生米啊都已经下锅了啊，只要这个女生问男生，咱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啊？男生基本上都会回一句，你说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呗。这个时候女生一般都会很生气啊，直接就跟你提分手了。你们说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以后就不要跟我问这么傻的问题了好吗？男朋友变得忽冷忽热是啥意思呀？还有啥意思呀？他对你忽冷的时候就是在对别人热呗，他忽然对你热情啊，那就是别人在对他冷。还有男朋友同居8年一直不跟我提结婚的事情，还一直保持恋爱关系，他到底咋想的呀？他还能咋想呀？他就是觉得你不够好，够不着他愿意跟你结婚，他不甘心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个时候就算倒给他彩礼，他也不一定愿意要你。你干啥要同居8年呀？别人8个月都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把一个客户拉黑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我的一个粉丝啊，他已经关注我挺久了，前几天啊突然就跟我发信息说，美女姐姐，你能给我介绍个对象吗？我们家里啊催我催得不行了。我一听还挺高兴的哈，于是呢我就约他来公司，我们就聊了聊他的一些情况啊，包括他的择偶方向啊，也给他做了择偶定位哈，包括我的服务价格什么的他也问完了，都表示可以接受。可是最后他跟我说，姐你看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个试一试啊，安排我们见面之后啊，我立马就把钱交给你。结果1周之后呢，我真的给他找到了一位男士，很快就给他们安排见面了。没有想到见面之后他们2个都觉得挺满意的，男士这边觉得他不错，结果他见完这个男士之后呢，就并没有要给我交钱的意思了，就白不提黑不提了，而是跟我说，姐你看咱俩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也特别欣赏您的能力，你的视频我每一个都看，每一个我都点赞，你看这个男士也觉得我不错，要不我先跟他接触接触，要是我们成了的话，我会给你发个大红包。我一听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了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难怪他会单身到现在我真的啥都不想说了，我当场就把他拉黑了。大家觉得我做的对不对呢？在大龄剩女重灾区的北上广，大龄的女生们
你们焦虑的不应该是遇不遇得到优质的男人，因为在大城市根本不缺优质的男人啊。你应该焦虑的难道不是你遇到了这些优质男人之后，你凭什么本事去吸引到他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这个才是你核心要考虑的问题，对吗？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。你们相信吗？人再好啊都不如命好。有的人啊，他一结婚就有车有房，而有的人呢却要打拼大半辈子才能赶上别人的起点。有的女人她什么都不会做，但是老公却把她宠成一块宝，而有的女人她什么都会做，却被老公当作一根草。所以说人再好都不如命好。这是前几天一个94年的姑娘跟我说的哈，看来她非常有感触。你们觉得她说的对吗？小姐姐别划走哈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会嫁给一个有钱但是你又不爱的男人吗？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她会幸福吗？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她是为了钱而放弃了真正的爱情的，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思考一下，这种婚姻它真的能给咱们带来幸福吗？想一想哈，如果你现在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，但是你又并不爱他，那么你会不会感到无聊呢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些闲暇的时间，或者呢是一些度假的时间，但是平日里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更多的共同话题，你们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共同爱好。这样的婚姻你们觉得会带来幸福吗？来，我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。我想问大家一个事儿哈，你们现在的孩子上学放学每天都是要去学校接送的吗？其实全世界哈真的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，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上学下学都是需要家长接送的。中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吗？为什么这个孩子上学放学天天都要去接去送呢？怎么我觉得还不如70、80年代的那会儿，好像这个就像社会倒退了一样。难怪现在这么多的妈宝男妈宝女20多岁了，他们找个对象都费劲啊，这感觉就像养废了一样。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？来，咱们到评论区讨论一下呢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你们的孩子上学放学每天都是要去学校接送的吗？其实全世界哪个国家会跟中国这样呢？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下学都是要天天接送的。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吗？为什么孩子上学放学还天天要接送呢？怎么我觉得现在还不如80、90年代了呢？这个有点像社会倒退了。难怪现在真的很多的妈宝男妈宝女什么都不会，就听父母的，20多岁了找个对象都费劲，这个就是真的感觉养废了。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来，我们到评论区说说呢。姐妹们，没有5年以上的婚姻你是理解不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5句话的。恋爱脑的姐妹你更要认认真真的听一听。第一点不要过度的去窥探你的老公。好的婚姻它真的是各过各的，你不存在绝对的忠诚，戏要演，糊涂呢也得装，该和解就和解，婚姻就是一场合作。第二呢，做个聪明的女人，婆家的那些事儿你要装瞎，不闻不问，也不听也不看，你会减少80%的烦恼。第三，无论你选择的伴侣是什么样的，最后都是你和自己过，只要你寻求外部的依靠，你必然会受到伤害。第四点呢，婚姻本身的价值它就是为了资源整合，所以呢，你把另一半当成一个合伙人，经营期间双方必须不断的去学习提升自己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幸福。总结第5句那就是散养老公，放养孩子，富养自己。说的对吗？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，12年帮助过几千人脱单，关注我带你脱单。今天北京有一位资产过亿的70后离婚大哥他有一个孩子跟对方的。今天他突然私信跟我说，他想找一个25岁以下的女孩，长相得漂亮，身材要好，个子高一点，能给他生孩子就行。这个大哥有一个很奇特的要求，他不想领证可以给女生足够的生活费。如果非要领证的话，他要求这个女生必须跟他做婚前财产公证。大家觉得他能找到这样的姑娘吗？这里是在北京。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有点沉重，睡不着觉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挺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。第一个就是百度的无人驾驶萝卜快跑在武汉试点，现在它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网约车司机1天的订单量。
而且呢，价格只要几块钱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价格战真的是已经打响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确确实实消费降级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。那在这种存量竞争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到底应该选什么呢？就拿我们婚恋行业来说，去年每个月做10万的营业额，利润呢还可以养家糊口。但是今年呢，我觉得我拼了命做到10万营业额，都还入不敷出。我觉得未来各种服务行业都会非常卷的。但是我还是坚信一个道理，只要用心对待自己的客户，把大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，给出最好的服务体验。其实婚恋最大的难点是成功率。只要是我能把自己的口碑做好，提高我的精准匹配度和恋爱辅导成功率，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在我这里拿到结果的。你们相信吗？来支持我一下吧。科技是让人进步的，而不是把人卷到失业，大家说对吗？你们看现在无人汽车、无人快递、无人外卖、无人办公以后会不会出现无人城市啊？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人类过得越来越好，而不是把人类卷到失业，卷到没有收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科技它不进步也罢，是不是？到最后人类是不是还要沦为给这些机器人服务呢？我们来天天清洗这些机器，我们天天来维修这些机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科技进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在北京做了12年婚恋了我感觉现在高科技人工智能就是应该取缔那些高危险、高强度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工作岗位，而不是来蚕食普通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的。你们大家认同吗？北京的大龄剩女不结婚的话，结局真的会很惨吗？前2天有一个女生找到我她说姐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单纯的想感谢一下你，你一直都惦记着我，这都还在给我介绍呢。可是我自己现在的状态真的很不好，我是89年的，今年都35岁了。说实话，我30岁之前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想法。大学毕业呢，我就留在北京了。我家里是外地农村的，所以我成天都在想着怎么在北京努力的赚钱工作。直到家里父母开始催我，我才考虑这个事情。可是那时候我都30岁了，我才相亲。我发现自己的市场很不好，基本上相过的男生要么就是我喜欢的人家看不上我，要么就是喜欢我的呢我又看不上人家。于是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这辈子我干脆不结婚了，自己一个人过吧。我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，没有人会喜欢我的。尽管我很努力，但是事业做的也很一般，存款呢有一点点，但也不足以可以在北京买房买车。长相呢又很普通，年龄又这么大了，我是如此的失败我的一个闺蜜跟我一样大，她跟我的情况很像。上半年的时候，她父母相继离世了，她的父母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，她把自己关到了出租屋里，整整哭了1个星期。曾经呢，我也跟她一样，为了抵触这件事情，好几个春节我都不回家，就是不想看到父母那种落寞的眼神。最近我回去了一次，父亲居然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别太自责了爸呢也不怪你，这辈子不结婚又能咋地如果以后我和你妈真的走了的话，你好好学会照顾自己就行，知道了吗？老师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天天一打电话就骂我不找对象不结婚的人，结果到现在他都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到底有多么的不堪，我把父母都逼到了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在想，难道我真的要接受有一天我老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的结局吗？北京日益庞大的单身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单身久了是不是会很挑？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，说我们不是很挑，我们是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，最后却发现跟他过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听说时间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喜欢只是一阵风而爱呢是细水长流的。我是丽欣姐，北京12年红娘生涯，帮助过无数的孤男寡女拿到了结果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来给姐点个红心，带你脱单哦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上交给老婆，是真心很纠结的。其实女人呢，也不一定非得要拿走工资卡，但是沟通很重要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跟老公说，亲爱的，你上交2/3的工资可以吗？这样咱们以后的生活会大大改善的。我有个会员2个人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买，他俩呢
就靠着工资几年攒了个首付，在北京买了房子，又花了1年的时间攒钱把房子给装修了，结果呀把她老公身边那几个单身哥们儿给羡慕坏了，他们俩也很开心，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，他们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家庭生活也很幸福。这个男人就愿意把钱交给她，是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吗？而不是你拿着钱今天我去买个包，明天我去买个奢侈品，甚至呢有的女人拿着自己家里的钱一个劲儿去补贴自己的娘家，那作为你的老公他能放心吗？女人你想掌握主动权，要做的是让丈夫看到他交了钱之后你有什么改变。男人并不是天生就得上交他的工资的，而是看你会不会理财。如果是他很会理财的话，那把钱给他管也无妨嘛。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，她每个月只给自己留1000块钱的零花钱，因为她老公从来不乱花钱把家里的经济管理的特别好，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生活质量也很有保障，那她还懒得操这份心呢。那不管是谁来管钱，只要能管理好，谁就是合适的人。大家说对吗？